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感恩节才刚过了不久而已，没有想到圣诞节的活动版本爆料又来了，同时也是带着登峰造极的爆料一起过来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大家最喜欢的7000宝石活动，当然最后一排也是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或者是解锁。不过7000宝石的活动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完成啦。不过从这个截图上，各位也可以看到有匠心特惠，就是我们要用小锤子去敲一些图纸出来，还有包括一个叫什么真香商店，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等一下可能会有介绍。下一个活动真香市集，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描述是可以收南瓜、偷南瓜，然后给你的真香瓜卖出一个好的价格。那我感觉这个活动有一点像我们玩一些种田的游戏啊，这边有商店，然后可以拜访其他的摊位，也可以偷别人的南瓜，还可以看今天的收购价格是多少哦。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活动啊？我个人感觉这个活动应该还蛮有趣的。同时间也可以看到钓鱼活动也是会跟着推出，但说真的，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钓鱼活动。下一个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登峰造极皮肤，但是它这里提升的是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 20%。那说实在的，其实骑兵的话不太需要攻击力，比较缺防御力，所以要不要拿这个皮肤就见仁见智啊。不过这一次的设计真的有很大进步，真的很好看很帅。这个皮肤的设计概念有一点像霍尔的移动城堡，当然这里也是有动画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就是看起来有点像蓄力然后往前冲的样子，而且是整个城堡都会有一点点抖动的样子。城市后面的螺旋桨也是会跟着一起转动。不过可惜的就是早上看起来会比较帅气一点啊，晚上的时候就没有多少灯光，看起来就感觉有点不太吸引人。我是觉得说如果晚上的时候加多一点灯光，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但整体来说这个皮肤设计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至少有突破啦，比起以前那个设计来来去去都是一样，根本没有一点新意。至于各位觉得这个皮肤怎么样呢？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官方他们又推出新的阵型了。这个新的阵型叫大方阵，驻防自己城市时，所有军器带来的单兵种属性、攻击力、防御力、生命值、提升、增益全部都会变成全兵种生效。那说实话这个军器还蛮好用的，就是不管你洗出什么样的属性都是可以用到。但是各位要特别注意一点，这里说驻防自己的城市时，也就等于说如果你驻防一些据点，像是一些要塞旗帜的话是不会生效的。所以这个军器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那些喜欢丢城市出去接集结的人。像我们一般接集结的时候还是用空心阵啊，讲真的空心阵做于驻防好像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城市里面真的会有一些混兵，像这个阵型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属性变成全部兵种生效的话，其实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当然令我更加好奇的就是它的专属铭文会有怎样的效果，是否也是全兵种增益提升，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增益之类的。不过另外一方面要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推出这个阵型之后就比较少玩家去集结某一个玩家的城市了呢？不过当然了，做这个阵型的成本也不会太低啊，毕竟它只能驻防自己的城市，假设没有人去集结你的城市的话，那么你做这个军器就有点浪费了。假设说野战也可以使用的话，那么这个军器就真的很无敌了。不过当然这个不可能会出现啦。下一个爆料就是全新的紫色远程统帅啊，就如我所猜测的一样，就是2位统帅，不是只有1位而已。我很可惜的女性的角色呢，我猜错了。我原本以为是那个维多利亚女王。所以左手边呢是纳尔塞斯，但其实她的服饰看起来有点像查士丁尼。这个可以说是已经老版本的查士丁尼吧。至于右手边那个叫凯瑟琳啊，她的名字就比较容易记得。那整体来说这2个统帅设计都还可以啊，尤其是女性啊，但是男性的话感觉他的腰有点细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衣服挡着了，但我个人是觉得说女性的会设计的比较漂亮一点啦。所以推出了这2个新的远程统帅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尝试远程单位了。不过我要抱怨的还是那句啦，官方一开始应该优先推出这个紫色统帅先，而不是一开始就推出金色统帅。慢慢的去推广远程，玩家才会接受，而不是一开始就出现金色的。不过这边想一下，之前已经出现了2代的远程，然后在下个月会出现第3代的远程，包括这2个紫色统帅。那假设是完全玩远程统帅的玩家，哇哦，那么在1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4对远程了，包括这个紫色的。因为老实说远程统帅的战损比呢确实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紫色统帅的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如果真的是比较差的话，你可能可以用一些装备或者是军器来弥补，所以我也是很期待这2位紫色远程统帅的表现。
下一个爆料就是全新的文明，首个拥有远程攻击加成的文明。你看我今天早上才说什么啊？是不是议员非常厉害呢？不用紧，不用崇拜我，我知道我很厉害。同时官方也是透露了，在2025年1月的时候就会跟玩家见面，不过跟我们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一开始我是觉得说玛雅文明应该就是步兵文明嘛，而且官方这边是完全没有隐藏啊，没有像之前那样子哇还给我们猜一下是什么文明，这一次直接说玛雅文明。但是我有点想不懂玛雅文明其实跟远程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是丢那个长矛吗？算是远程单位？还是说他们土飞镖之类的算是远程攻击？不知道啊。不过从图片上各位可以看到一些玛雅的特色啊，有一些建筑的特色之类的。说实在，组成造型还是蛮有特色，蛮好看的。但是之后我们换皮肤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至于统帅方面，就是之前有透露过的，但是还是猜不出到底是谁来的。不过比较起之前的爆料图片呢，好像有一点点差别了，就是他们手上拿的武器样貌好像改变了，还有他们站着的姿势有一点变动了。不过影响不大了，我还是猜不出到底是谁来的。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两位统帅应该也是远程统帅，又或者是一个是远程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别的统帅，说不定。或者是像一贯文明推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金色一个紫色，有可能左手边那个是紫色，右手边是金色。那假设在1月推出的话，那就变成说我们1月尾可能就会有5对远程了。下一个爆料就是其他功能优化，降低战斗负担，让大家打得起来，会归还一些资源了。至于归还的比例这边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从图片后面浅浅的影子来看的话，是跟我们所消耗的资源是有关系的，它会返还10%的比例。那老实说，如果是返还10%的话，其实有一点少啊，不过好过没有咯。但说实在的，比起返还资源呢，我更希望可以返还一些加速，因为资源讲真的可以通过采集去拿到了，但是加速是真的比较困难一点。不过返还资源也算是好的开始啊，有可能之后会返还加速也说不定啊，这个我猜测而已啦。下一个就是增加资源加速统计功能，一键查看分类展示，这边有分成资源还有加速。这个部分我在前2天的影片才投诉而已然后今天就做出来了，应该是说之前就已经有预告了。不过我看到它这个统计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区分成用天数来计算、小时或者是分钟，可以更加方便玩家去计算。而且它这边是有统计全部加速有多少，不是只有统计各单位而已。不过显然的，官方这边所展示的画面呢，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一样的，就是研究该有建筑加速是特别多的。它的建筑加速都有689天，研究加速更加过分，有2017天，天啊！然而它的训练加速只有43天，治疗加速只有17天，完全不够用啊！我打架一下子就用光了，哎呀！我们打 KVK 没有准备1到2年左右的加速，根本就不够用。不过这个也只是爆料而已啊，详细的内容可能还是要等官方的公告出现之后，又或者是有详细的介绍影片，我们才可以知道。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的爆料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